看看长相不代表一切哦。这位男生看起来土气又不修边幅，可他在热门对战游戏里可是国内顶尖的，现实生活中可能不怎么样，但凭借牛技说，游戏这次是真火了。他吸引到了排名第2的女生玩家，他们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终于决定在现实中见个面。这谁料到会发生这种意外？技术几乎和他旗鼓相当的女玩家，竟然是同班的日南葵。日南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偶像，就是班里最不招人待见的那位，差点当场崩溃。日南自己在现实中可一点不像宅女，反倒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完美女生，学习年级第一，体育也是女生第一，气海还是田径队炙手可热之星。最关键的是，她长得也漂亮，男生女生几乎都特别喜欢她，就连有期也默默的喜欢她。不过现在他看日南的眼神完全变了，在学校里明明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现在看到他却一个劲儿挖苦，说没想到国服第一是这么个寒碜人，一上来就把有期定义为 loser。不管怎么样，这人至少得穿体面点吧，看着脏兮兮的运动鞋，牛仔裤边都磨破了，衬衫都皱巴巴的。日南把有期评头论足了一通，然后转身走了。有期忍不住想，像日南这样长得漂亮的人天生就是赢家，而自己长得不好看还内向，注定是弱者，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那些强者。他在游戏里虽然玩得风生水起，但觉得人生也不过是场游戏。如果说他玩的那款游戏是神作，那人生就是完全不公平的烂作。在这个游戏里一穷二白，但哪怕孤单，每天沉迷神作还是觉得挺快乐，所以他不想把日南的价值观强加到自己身上。日南一听这话，觉得有期挺让人心疼的，能说出这样的感受，肯定是没怎么享受过精彩的生活吧。他决定把他带回家，让他在房间里等着他去换衣服。没想到换装后的日南简直像是换了个人，换成了最家常的衣服，连妆都卸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清新可人的邻家女孩。有期还误以为她是日南的妹妹呢。日南用自己的变化告诉他，外表是可以改变的，但有期还是对自己没信心，都这一年代了，还在纠结于男生不能化妆的问题。日南看出来他还是没明白，就跟他说，其实表情和态度才是最关键的，长相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示范了一下，立马又变回了学校里那个充满自信的状态。其他交际能力和自信心都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小学的时候，日南也被认为是弱的那一类，但他的改变就是努力的结果。现在啥都能做到最好，就是在那个游戏里怎么也赢不了有期。他一直以为有期比自己更加努力，甚至还暗暗的崇拜他，结果一见面看到了这样的他，感觉挺失望的。不过听了日南的话，有期心里也开始动摇了，毕竟日南也是他很认可的玩家。他说人生和那个游戏一样都是最棒的神作，这让有期感到自己在游戏的努力被肯定了。既然如此，他要来尝试一下人生这款神作。作为一个资深玩家，有期的热情也被点燃了。日南看他这样也很是开心，作为前辈得好好引导一下这位新手。首先要知道，人生这游戏自由度超高，所以第一步就是从捏脸开始。日南带有期去了餐厅，一边吃一边聊，这时候要用到的道具就是口罩。他先给有期做了几个表情的示范，表情变换带来的状态也不同，微微张嘴上扬，那就是充满活力的样子，嘴角往下一撇，立马就变得没那么精神。就是这点变化，差别可真不小。有期要做的就是练习让嘴角上扬，锻炼脸部的肌肉。当然了，为了不让人觉得奇怪，去了吃饭的时候，平时就得戴着口罩，还得保持微笑。结果回到家，有期又被妹妹取笑了，说他平时已经够怪了，现在的笑容看着更让人难受。有期早就习惯被嘲笑，也就没多回应。第二天，他就和日南在空教室见面了。从今天起，他就是这人生游戏的玩家。日南给他定了几个目标，最终目的是变得和他一样精彩。当然，对有期来说这挺难的，得再设计个小目标，一点点往前走。小目标是让家人或者周围的人感觉到他的外貌或气场有所提升，中目标则是在高3前找到女朋友，因此还得有每日任务。这任务一来，简直是难上加难。对于极端社交恐惧的有期来说，这难度确实有点高。日南就贴心的给他定了几个具体目标，第一个是坐他旁边的幽灵，第二个是家政课旁边的申奈石，第三个由有期自己选。可还没开始，有期接着要纸巾，借口跟幽灵搭了话。幽灵翻了翻包，发现没带，就热心的把那跟后面的风箱借了一包。这机会来了，有期又顺势跟风箱打个招呼，然后就在妹子面前开始擤鼻涕。这倒没什么，风箱一脸疑惑的看着他，有期同学你咋还笑着呀？有期赶紧解释说自己牙疼就会这样，还好没出什么大岔子。任务2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得找机会跟社牛申奈石接触。申奈石在班里也算是个大红人，有期边想该怎么开口搭讪，边走进了家政教室。想都没想到的是，他没说话呢，申奈石就先跟他说了声早，问他怎么来这么早。这一下可把有期难住了，他根本没准备好该怎么回，脑海里闪过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劲的 pass， 感觉说啥都像变态。最后只能来一句超无聊的没什么大事。话说一开，那可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就连这点没营养的话，申奈石都接得挺好，这样有期不由自主的觉得他真厉害呀，一下子就把申奈石逗笑了。紧接着别的同学也陆陆续续来了，其中还有之前说过有期感到不爽的中野。中野找机会就想找有期的麻烦，这时日南也加入了进来，他轻描淡写的帮有期挡过了对方的挑衅。男生们走后，3位女生开始亲密起来，他们居然当着有期的面做出那么大胆的举动，差点就真的亲上了。有期看傻了眼，旁边的小玉看着像是有点嫉妒，赶紧制止他们做出更过分的事儿。但这件事也让有期和申奈石更熟悉了，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下课后，日南把有期接到空教室，对今天任务做了总结。总的来说，完成的还算不错。
错，虽然遇到了中野这么个小插曲，但日南帮忙挡过后，他应该不会再来找有期的麻烦了。不过像当着女生的面擤鼻涕，以及露出口罩下的脸，这些以后都得小心点。日南借这个有期上了身体训练课，让他站墙边矫正驼背，上课时也得保持一个直挺挺的样子，还接了新任务，得每天跟他转几圈，跟申奈时、小玉或者其他日南哥们聊聊天。日南用游戏术语教他，让他更容易懂。放学路上、回家路上正好又能练练。前面哥俩聊起健身来，他们说锻炼是全身上下一起来。有期也凑上去问问，连屁股肌肉也练吗？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日南赶紧圆场，说他也在练臀肌，一句话就把话题岔开了。大伙儿到站下车，只剩有几个申奈时和这个社交达人申奈时在一起，至少不会觉得尴尬。没想到他突然问出这么个问题：你和我们家日南是啥关系啊？他早就察觉到这两人眼神时不时对对，看着挺可疑的。有期也不好意思说他跟日南修行，就一口否认他能跟日南有啥关系啊。申奈时想了想，觉得也对，就信了。这接受速度反倒让有期哭笑不得。两人聊来聊去，渐渐就熟络了。有期也发现聊天其实也没那么难，他也主动聊起了自己喜欢的游戏。他玩游戏不是为了乐趣，而是真喜欢，乐趣只是顺带的。申奈时也觉得他这点跟小玉很像，小玉也是那种不懂得察言观色，但其实只是在坚持自我，哪怕跟中野这样的话题焦点发生过多次冲突，也从不退让。日南和申奈时都很欣赏这种坚持，才愿意跟他深交。他们俩就这样一路聊个不停，一直到分道扬镳都没冷场过。当然这大半都是社交高手申奈时的功劳。第二天有期就把这事汇报给了日南，日南听了挺开心，觉得有期或许还有救，至少他能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也算是个长处。而且观察了一天，有期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注意到小村子聊天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比如申奈时就善于引出新的话题，日南则是帮腔，让话题能扩展开，这样大家都能融入聊天。所以提醒话题和扩展话题变得特别关键。日南也希望有期能练好这两门技能，然后给他递上了一本单词本，上面几乎记满了班里所有人感兴趣的话题。有了这本书，有期聊天就不愁没料了。日南还建议他把聊天时的声音录下来，撕下来多听几遍，找找说话时的缺点，然后改正。讲究外表不光是要注意表情和姿态，穿着打扮也很关键。所以周末一到，日南就拉着有期去买衣服。有期这次也是打扮的整整齐齐来赴约。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直接把模特身上的套装买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总比自己搭配出一身土气强。日南让有期从模特身上挑一套，其实有期现在审美还差得远呢，只要随便指了个模特，然后日南又让他自己找店员试衣服。结果有期紧张的不行，上来就说请给我假人模特。日南都无语了，好不容易才买好了衣服，一转眼就中午了。他们俩去餐厅吃午饭，等饭的时候，日南又教有期说话的技巧。有期现在太依赖语言了，说话的时候一个表情手势都没有，所以感情表达不出来。日南又示范了一番，用不同的语气词加上表情动作和声调，这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感情了。作为练习，他让有期吃饭时只能用这些语气词来回他。这时服务员端上了他们点的菜，没想到他是班上的风香。风香在这家餐厅打工，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但日南注意到了这些小细节，确定风香肯定对有期有意思。记得那次有期向幽灵借纸巾，风香还没被问到就已经准备好了。刚才也是首先叫了有期的名字，通常这种情况下会先和同性打招呼的，更别说在学校日南比有期火。于是日南当场决定了，直接把风香定为有期首要攻略的对象。有期也很好奇风香为啥这么关注他，想想多接触接触也无妨吧。看来这改造计划真是挺给力的，连妹妹都发现有期变了，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些变帅秘籍，怎么开始注重打扮了。这不正是日南给他设的小目标呢，让身边的人感觉到他变了。所以第二天有期高兴的把这是好事告诉日南，日南有些哭笑不得，但也算是达成任务了，还是赞了他一番。然后又定了第二个小目标，那就是除了日南以外，要和其他女生单独出去。今天的任务是要和幽灵说超过2次话。有期不太明白，不是说好了要先攻略风香吗？怎么又换成幽灵了？日南解释，这是为了让他看起来更吃香，也能吸引其他女生的注意。有期终于被说动了，只能照着计划开始行动。下课铃一响就跟幽灵找话题，结果聊得幽灵一头雾水，气氛突然就尴尬了。有期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这一幕让幽灵都想躲着他了。就今天就聊了这么一回，天哪，连个小目标都没达成，有期心里那叫一个难过。这时候还得靠葵妈妈过来鼓劲儿，像打游戏一样去追女孩子呀。葵妈妈的鼓励让他又重燃斗志。接下来的日子，他一直找机会和幽灵说话。一周过去了，结果好像也没啥变化，至少每天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他们的关系一点都没近一些。这一天在图书馆碰见了风香，风香好像一直都在注意他，连他换教室前休息的习惯都记得清，还问他是不是喜欢读麦克安迪的书。话还没等有期回他就说他也喜欢，有期就尴尬了。实际上他是随便拿本书装装样子，心里全是对战游戏的策略。风香兴致勃勃地讲那些书的情节，可有期一句也没听明白。突然看到风香弯下腰，以为他要干嘛呢，结果风香小声跟他说他在写小说，想让他帮忙看一下，顺便分享一下感想。哎呀，这女孩子好感度直线上升，有期哪有拒绝的道理，但是忍不住问这样行不行。风香说只要是有期君就没有问题。他们俩这一交流就像在说暗号，就跟麦克安雷的书上写的一样。对有期来说，他就随便念了2个书上的词儿，对面那位就高高兴兴的走了。其实他自己都搞不懂那2个词什么意思，只让有期感觉自己像是在撒谎。他本来想跟风香说清楚，其实那书一页他都没翻过，可这事儿被日南给拦下了，说这点小事根本不
算什么，关键是他现在跟风香打上了交道，以后约会聊点别的就是的了。咱们再来看看这一周的任务总结，显然是没成功，但任务勉强是完成了，至少幽灵那边可以先放一放了。尤其总算松了口气，谁知他刚走出教学楼，就看到幽灵一个人坐在花坛边哭丧着脸。明明任务结束了，他还是情不自禁的问人家怎么了，谁知一问就踩雷了。幽灵直接反弹，你才阴沉呢。尤其只好尴尬的溜了，结果没走2步又被叫住。幽灵竟然说要他教他怎么打游戏，这还得从中野被有气打得落花流水说起。中野在班上挺受欢迎的，关注的女生一大堆，幽灵也在内。可现在中野沉迷游戏去了，都不怎么搭理幽灵了。幽灵想着玩又被嫌弃手残，只好找到传说中的游戏高手有气，甚至被带到他的房间里1对1辅导。有气玩得很猥琐，被妹子喊恶心，不过有气才不在乎，一玩起游戏来，他的认真劲儿还有点吸引人。他把各种操作技巧教给了幽灵，但是因为幽灵手速跟不上，完全学不来，就掏出了个特别的秒表，按键时间短了，秒表就不停，用这个练手速和操作挺好的。有气模仿起日男教他时的样子，可这一套放在男生身上就怪怪的。幽灵忍不住调侃：“你这女性化的动作咋回事啊？不光是操作技巧，还得对角色技能熟悉嘛。”有气让幽灵把所有技能表记住，这教学方法和日男简直一模一样。看来他已经被日男同化了。交流中，幽灵也觉得有气没那么阴沉了，两个人了解突飞猛进。有气还是报告给日男这事儿，日男提醒他不要忘了主攻目标是风香，问他到底想不想约风香出去。作为师傅的他还贴心的准备了电影票。有气没马上决定，想跟风香坦白再说，晚上就开始琢磨怎么表达，甚至用了日男给的录音机，无意中听到了日男练习录音，还是那天他帮有气嘲讽中野时说的话。原来连日男那么厉害的人也私下练习呢，有气深受感动。第二天图书馆又碰到风香，就鼓起勇气告诉他自己其实没看过那作者的书，总是拿起来是因为离手边最近，假装读书，其实脑子里想的都是游戏。但他接着表示会试试读那作者的书，也希望以后能和风香的图书馆再聊。风香温柔一笑答应了，并不介意这件事。放学想汇报给日男的时候，被中野和他的朋友们拦下，看他的架势明显是来找麻烦的，他们要用大乱斗来决一胜负。中野这段时间特意练习，深信自己能赢过有气，结果一开局就被秒了，不甘心非要再战一局，结果还是接连被秒，一连输了好几十局也不肯认输，还吸引了班上的女生围观。本来有气放水一局就能完的，偏偏他玩游戏特别认真，中野越战越起劲，连旁边的妹子想走都拦着，有气只好跟他硬拼下去。终于中野这局爆发了一下，让有气失去了一条命，但他还不满足，只赢一次怎么行，非得再战一局。那个曾经告白的小红看不下去了，觉得中野就是输不起，还说早知道他这样，他原本就不会告白。两个人就这么你言我语的吵起来，小红的话越说越难听，不仅取笑中野说个有气丢人，还说游戏也无聊。有气听不下去了，骂人可以，骂游戏不行，义愤填膺的给大家普及着游戏的魅力，还帮中野说了好话，人家可是那么拼命的想赢过别人的。小红这种人最怕丢面子，有气的话让他挺尴尬的，示意其他女生替他出头，结果幽灵站出来支持有气，小红没招，只好带着女生们气呼呼的走了。幽灵和中野也算因此和解了。大家散场后只剩有气和日男，在这种刺激的场面下，日男居然没怎么表态，不像他的风格。有气竟然掏出日男给他的2张电影票，说是要送人了。日男说他明天有社团活动，可能去不了，不过他后面没啥安排，所以他们可以换个电影看。有气这段时间也练就了点交流技巧，至少和幽灵聊天不再尴尬。下课时竟然有个意外的人找他，是中野的铁哥们水泽。水泽说上次有气的话让他感触良多，他想告诉他会支持他。这操作不会是攻略妹子没成转攻男生了吧？水泽邀请有气周末一起吃饭，再叫上日男和别的一个女生。有气想把幽灵也喊上，毕竟中野的生日快到了，幽灵肯定得准备礼物，到时候大家能帮忙挑挑。有气怕幽灵拒绝，就说想趁机跟中野和好，一起买礼物。幽灵一听这事就兴奋了，立马说肯定要去，邀请了榴莲，得给水泽说一声。谁都没想到他真的邀请到了，仔细一看发现有气变了好多，忍不住问出了和有气妹妹一样的疑问，你是不是读了什么脱宅秘籍呀？有气就含糊其辞的过去了。他们约好周末一起逛街，有几个日男先到了。日男今天的任务是让大家按他的建议做2次，虽然有点小进步，但有气还是挺紧张的，毕竟除了他，其他3个都是社牛。刚开始他和日男还能聊上几句，等水泽幽灵一到，他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水泽很自如的控制了全场。挑礼物时，幽灵还偷偷告诉他，听说那2个人在交往，看他们的亲密样，这事似乎是真的。有气一下子就分心了。幽灵纠结不知道买啥的时候，有气还是抛出了自己的点子，中野那么爱打理头发，不如就送他发蜡好了。水泽对这个挺在行，有气想出手的机会都被抢了，但对方确实挺专业，一眼就看出有气适合啥样的发胶，还亲自帮他整理了发型，瞬间让有气变成社交达人。吃饭选地儿是水泽说了算，大家都挺认同。结果有气啥任务都没完成，日男叫他自己找原因，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日男和水泽的绯闻，只能乖乖听课，提建议就得吸引人家的兴趣，对错倒不是那么回事。有气完全不同意这观点，那人生岂不是一塌糊涂？日男拿游戏举例子，一个游戏是通过谈判让观众接受你的目的，说服对方，应用上上好的话术技巧，以角色兴趣来打情报战，找共同点拉拢话语权的角色，这样的策略性游戏还能算烂作吗？有气说不出话来了，只能接受这么个规矩，他也得努力在不牺牲证据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提议来游
有所作为。第二天，老师宣布选入会长要换人，让大家都来报名。日南二话不说就站起来，没想到申奈石也跳出来竞选了。有基本想支持日南，但日南让去帮申奈石，反正谁做推荐人都一样。他自信满满，觉得自己的完美美少女无敌手。有基只好去找申奈石跟他说明了情况，可惜他之前形象太差，申奈石直接给了他好人卡，婉拒了他的帮助。图书馆里风向也在聊申奈石参选的事，但感觉申奈石是想变得不一样，才下定了这个决心。有基看他那含羞答答的样子，就忍不住想保护，心里默默觉得超可爱。由于日南忙着竞选，有基就像被放养了似的。虽然被申奈石拒绝的推荐人，但他看不下去他那乱糟糟的宣言，还是忍不住帮忙重新排版。一改之后，效果立刻就不同了。申奈石超惊喜，马上拉有基进入他的智囊团，两人干劲十足，都想着这机会打败日南。有基打算用日南教的那些招数来操控强劲的申奈石跟他对抗。如果真的能赢，这在人生游戏里也算第一名了。有几个申奈石的拉票战术是分头赢取不同需求的同学的心。先从运动时段开始，小玉也在那练习，申奈石就扑上去在小玉身上疯狂撒娇，小玉只能任他摆布。社团的学姐也好说话，一听申奈石说要当选会长，立刻给换电动打气筒，立刻答应帮忙传话给其他人。这一整天算是挺顺利。有其实挺好奇申奈石为啥想赢过日南，毕竟平时他们俩关系看着挺好的。其实因为大家通常只记得第一名，谁不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呢？但第二高的峰又有几个人说得上名字？申奈石也是这么想的，他也很优秀，但总被日南盖过一头。日南总是第一，而他就是那个永远的老二，所以他一直想赢日南一次。有其也被申奈石的事给触动了，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的帮他一把。但用常规的方法想赢现充王日南确实不太可能，所以有其开始想些另辟蹊径的办法，找小玉来帮忙试了试，那方法行不行得通？小玉没多问什么就帮忙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为了申奈石。他也嘱咐有其好好照顾申奈石，别让他太透支自己。申奈石也在忙着拉票的同时，有其动手帮他准备演讲稿，只有2个候选人，只要票数过半就能赢。申奈石和有其决定先从容易说服的新生下手，告诉他们申奈石一旦成为会长，就会全力以赴为每个班级装空调。果不其然，大家都很情绪高涨。然后有其给申奈石看了自己的演讲稿，申奈石看后直说你也太会忽悠了，但他们都知道这个演讲稿一定会很有杀伤力，只要一切按计划进行。终于选举日到了，在候选人演讲之前是推荐人的助演，谁则人长得帅还会说，成功为日南把气氛炒热。日南的表现也不负众望，演讲幽默又有深度，一点也不空洞。最关键的是他把学习的问题都摆出来了，包括申奈石用来拉票的打气筒和空调事宜。接着他告诉大家，如果他当选，这些问题他都会解决。当然竞选承诺只能实现一个，那就是被每个班级装上空调，还用超幽默的方式向老师们开战。下面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申奈石的推荐人上场了，这个学妹显得有点紧张，虽然没能完全发挥，但申奈石一点都没怪他，按原计划开始了自己的演讲。有其利用一个意外的小插曲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还能展现出申奈石的应变本领。这段小插曲不但没惹人反感，还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活跃了。申奈石的演讲也终于顺利完成，他一下台就激动地冲向有基，热情地感谢他的帮忙。选举结束后，两位的候选人还相遇了，看着日南和水子的背影，申奈石不禁感叹，他们俩真像传闻那样，好像在交往似的。到了公布结果的日子，日南还是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了申奈石，当选了学生会长。申奈石虽然早就习惯这种事，但并没有因此灰心，反而更加坚强，就是要赢过日南，绝不放弃。有其也难得再次听小葵花妈妈的课，日南发现申奈石演讲时的插曲是有其故意安排的，心里还挺高兴，夸有其是个有前途的小伙子。现在的他终于有点大乱斗游戏里国服第一选手的感觉了。下一步就是实现和女神们一起出门的目标自然是目前关系最好的风香硬化，可有其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只好在图书馆里单独相处时暗示他一下，等风香回应后再鼓起勇气邀请他周末一起看电影。风香笑着点头同意了，有其因此得到了不少鼓舞。为了那天能和风香聊得更多，开始每天沉迷于安迪的作品，每天都要把图书馆逛到关门，还得借书回家接着看。那天就在走廊上碰到了小玉，小玉正看着日南和申奈石跑步，心想申奈石肯定又在悄悄较劲儿。选举过后，他参与社团的热情明显增加了，每天晨练都来得比日南早。第二天有其跟日南聊过后，在走廊意外遇到申奈石，申奈石打去问他是不是来表白了，有其赶紧否认。等申奈石走后，他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刚才申奈石似乎一直在含蓄地邀请他一起吃饭。到了傍晚时分，两人还留在学校里，看到申奈石那种不甘示弱的样子，小玉感觉挺怀念。事实上他是1年级第2学期才开始跟申奈石说话的，严格来说是申奈石一直不厌其烦地找他聊天。小玉本来比较害羞，不太主动和别人说话，而且他的座位还是教室后排靠窗那个位置。结果第2学期申奈石就主动找他聊天，还戳小玉的脸。小玉越不理他，申奈石越兴奋，时间长了就逐渐习惯了申奈石的纠缠。那个时候日南和他们还不是一个班的，后来小玉才知道申奈石主动搭话原来是日南给的主意，因为日南发现有个同学一直融不进大家，就那种笨拙的方式主动去关心他。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不然小玉也不会让申奈石天天这样缠着他了。申奈石最近状态真的不太好，在田径上投入太多精力，连上课都开始打瞌睡了。
大家都不想看他这么拼命的去跟别人争，特别是那个无论做什么都很完美的日南，但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申奈实说。一直到训练那天，申奈实差点摔倒，日南看出来他快到极限了，但提醒他的话不能从日南口中说出，不然看上去就是想炫耀，最后还得找有期来说。有期搞不懂为啥申奈实那么死心眼的盯着日南，其实申奈实有个梦魇一直缠着他，那是初中时他领的篮球队在县里的比赛中输给了日南的队，那会儿他超级失落，但也真心的佩服对方的厉害，回过头来队友们就还笑着，还安慰他能进县赛就已经很棒了。那之后超越日南就变成了申奈实心里的小执着。这是个下起了雨，小玉和有期本以为他们俩终于能歇歇不用练了，谁知楼下又出现了一个跑步的人影，两个人都以为是申奈实，结果下去一看原来是日南，难怪人家什么都是第一，有这毅力干啥都能称霸。而申奈实就在操场外头撑伞看着，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和日南的差距了。第二天有期没在田径队见到申奈实，一担心就立马找他问咋回事，还坦白自己听他学妹透露了初中篮球队的事情。申奈实抱怨了一句学妹背叛他之后，把剩下的故事也说了，他自己一个人去看了全国大赛，日南的队伍得了第二，除了日南，队里的其他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只有日南咬着唇不服气。老师说出胜队是哪个中学的时候，他还大哭起来。申奈实就深刻的意识到知人对第一的渴望，所以他也想变得那么耀眼。没想到高中竟然跟他一个学校，日南还是他开口前就认出了他，还说想和他在一个队。那一刹那，申奈实感觉到自己得到了救赎。从那以后，他们就成为了朋友。但渐渐的，申奈实意识到日南做啥都比自己强，这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挫败。有期跟日南聊天时，也感觉到他可能误会了自己。日南原以为有期跟他一样，只是为了保住国服第一的位置才拼命，没想到有期跟他说自己玩得这么拼，其实是因为喜欢。说到底，他只想战胜过去的自己。第二天一早，申奈实就找日南道了歉，勉强说着自己的体力已经到头了，决定不干了，退社了。比不过别人，只好选择躺平了。申奈实表面上看着没啥不对劲儿，但有期还是挺担心的。放学后，提申奈实和小玉一起走，三个人在凉亭里坐下来聊天。申奈实终于吐露了心声，本来他是真心把日南当朋友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股输不起的心情变成了嫉妒。他嫉妒日南学习比他好，球技比他好，总之什么都强，甚至开始讨厌日南，觉得他碍事，心里希望日南赶紧消失掉。申奈实知道这种想法其实很不对，这样的自己也太难看了，太失败了。要是继续留在社团，肯定还会那么想，所以他只好选择退出，不再和日南竞争，不再那样看待日南。小玉温柔地轻咬了一下申奈实的耳朵，打断了他，然后把他搂进怀里爱抚着。申奈实还哭着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小玉就对他说：“你有我呀，你是我的英雄。”小玉虽然也喜欢日南，但对于他来说，申奈实永远是最特别的。如果非得当第一，那小玉就封他为天下第一的大傻瓜。这样在小玉这儿，申奈实就永远是第一了。申奈实的心情终于变好，笑容又回到了脸上，他还俏皮地咬了一下小玉的手指，两个人你侬我侬的，有气都插不上嘴。后来申奈实却和田径的大家说了对不起，带着全新的心态回到了队伍。也因为小玉的安慰，对日南的复杂情感渐渐缓解了，就是开始对小玉爱搞怪爱闹了一点点。尤其这次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他打算亲自把生日礼物交给中村，还得跟他聊上至少3分钟。手心都是汗，将游戏手柄递过去，脑袋里急转想话题，结果越聊气氛越怪，两人差点没开始激剑。尤其一紧张，脱口问了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话说日南和水泽在一起的事是真的假的呀？后来大伙聚一块，申奈实还拿这个逗他，不过这倒是个机会问清楚真相的。居然日南也不含糊，直接回答确实在一起，其实就是闹着玩的，整玩着带孩子，哪有空搞恋爱呀？申奈实又是一番道歉，还掏出了几个土土的玩偶。日南和小玉都觉得挺萌的，唯独有基在旁边小声嘀咕：“这玩意儿哪儿可爱了？”热辣辣的暑假，有期有了新目标，日南竟然钻到就去追风香。对他这种社恐宅男来说，这节奏也忒快了。所以小桂花妈妈决定亲自出马，得好好教教这个孩子。为了确保有几个风香的约会能够顺利，日南提议先跟他来个预演，他还自告奋勇扮演风香，首战就是带有期去买衣服。有期现在虽然不那么土了，可穿的还是不怎么抢眼。日南帮他挑了衬衫和裤子，换上新衣，感觉还缺点啥，就把自己那个背包给了有期，他自己都嫌弃的旧包，不过对有期来说倒是挺合适，怕有期不好意思，硬是拉他买了一个徽章，好歹这下变成了礼尚往来。有期也没那么不好意思收下背包了。在购物这块不在行的有期只能靠游戏找回自尊，两人一块杀到游戏店砸大乱斗，果不其然，日南还是赢不了他。然后日南让有期把风行的微信加上，嘱咐他记住暑假一块看电影的事，怎么说怎么配词儿，全靠有期自己摸索了。有期犹豫半天，终于敲出几句，发之前还让日南帮忙过目，结果日南毫不手软，当众念了一遍，觉得没啥问题，才让有期点了发送，还提醒说风香回信息比较慢，还叫他别傻等。谁知道风香秒回，日南自己也没觉得尴尬，明显被双标了。看来追风香没想象中那么难。演练一结束，日南就问有期要不要去参加2天1夜的烧烤露营，去的人都挺多，基本都是他们认识的，主要是想撮合幽灵和中野。如果有期想去，明天就能和他们一起去申奈之家开会。这种充满青春的活动，有期肯定是拒绝不了的。刚答应下来，日南就给他布置任务了，要他明天会上整水泽3次，又不能让两人的关系闹僵。第二天大家就去了申奈之家，可申奈之家来了点意外的客人，众人只好换地方去有期家。
家。一开门，有琪的妹妹直接惊呆了，学校里一些大人物竟然跟着他那啥都不是的哥哥回家了。妹妹激动地跑去喊妈妈，有琪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实乃是一进门迫不及待找小黄书，结果啥书没找着，就翻出一堆坏掉的游戏手柄。日南一看那手柄，游戏灵魂就被激活了，心想着难怪有琪能在游戏里压倒他，拿到国服第一。大家聊的都是些烧烤露营要搞些啥，怎样才能让幽灵和中野的感情升温，肯定得来个吓人的试胆大会，制造的吊桥效应。大家正热火朝天聊得开心，有琪却深有克制不住的怎么琢磨戏弄水泽。好说歹说，终于搞定了3次恶作剧，跑到洗手间冲个冷水压惊，谁知不巧又碰上水泽。水泽一眼就盯上他的发胶，火速变身发型师给有琪弄了个造型。有琪还特意录了视频背着以后再学习。两人一回来，神奈是立马察觉到了气氛不对，立刻和日南开始起哄喊 CP。水泽他是一点也不在乎，还特别亲热的叫有琪文爷爷。几天后，有琪约风香去看电影，风香看到有琪就超兴奋的冲过来，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期待电影，还是就是想和有琪一起。有琪发现风香即使天热也穿长袖，风香说她皮肤敏感，晒太阳就容易变红。电影开始了，风香一直专注的看，而有琪的眼神却总是不自觉地往风香身上飘。电影结束后，两人又去吃饭，有琪滔滔不绝的聊着刚看的电影，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太多了，想起之前看的那本话题指南，赶紧换个问题问风香，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安迪的作品。风香答完，有琪又马上跳到别的话题接得太快，反倒让风香跟不上节奏了。他忍不住说有琪君是个神奇的家伙，和他一起聊天有时候特别轻松，有时候又突然变得没辙。有琪以为是自己的社交技能还不够，但后来风香解释说其实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就胆小内向，跟有琪聊天却意外的轻松。那些话不是在说他不好，反而觉得这样的体验很珍贵。风香小心的问有琪以后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一起出来玩。有琪当然是超级高兴的说当然可以了。跟日南商量完，那晚就约了风香一起去下雨的烟火大会。风香秒回答应了，但在那之前有琪还得先过一个烧烤大会的关。这次合宿除了被撮合的幽灵和中野，还有制定计划的日南4人，也有个啥都不懂的朱景。大伙很快就坐上了去合宿地的火车。多人有琪被日南布置了新任务，得像上次搞水泽那样再捉弄中野3次，还得努力跟水泽搞好关系，难度真是越来越高了。毕竟中野的脾气不是水泽能比的。到了地方，大家马上开始准备烧烤。日南分配任务，让大家开始忙活。给幽灵和中野的任务是准备能让感情加温的食材，其他人也都各自开始行动。一切准备好了，烧烤大会就这么吵吵闹闹的开始了。大家没心没肺的聊着玩着，尤其算是插不上嘴，也算是勉强融入了他们。吃喝完了，当然就到了紧张刺激的游戏时间。妹子们都换上泳衣了，男士这边只有水泽事先准备好了。尤其他们趁着 T 恤也跟着下水了。本来这时候应该让幽灵和中野有独处的机会，结果竹井正不识相，粘着幽灵不放。没想到这么一来，反倒帮了大忙。那螃蟹把幽灵给吓得腿软，中野马上上前抱住了他，气氛一下子就温暖起来了。下午天气挺热的，大家都待在宿舍里避暑。尤其还是头一遭参加这种男生的聊天，主要是中野在那边讲他和学姐的恋爱故事。水泽和竹井一边听一边吐槽。有期突然想起日南布置的任务，就鼓起勇气插嘴问中野：“那学姐不会是把你当备胎了吧？”水泽和竹井一听就乐翻了。中野明明很火大，可有些说的那是真理啊，他只好悻悻的躺平了。其他人开始安慰他别当备胎了，说他赶紧物色下一位才行。中野说他是有目标的，但对方竟然过来找他讨恋爱建议，他也就没底气迈出那一步。在群里大家交换情报的时候，神奈时跟大家透露了个消息，幽灵也提过自己故意和长毛讨论过，现在有喜欢的人，看这情况明明是互相喜欢，还不得赶紧在一起成个家，得赶紧出招撮合这两人。男生女生聚在一起打扑克，本来是团体战，不知怎么的就演变成了有期对日南，两个游戏高手的较量，其他人都插不上手，只好又开始聊起恋爱这档的事儿。说水泽最近和别的学校的女生走得挺近，问他是不是要谈对象了，水泽没否认，然后找借口去了厕所。有期为了和水泽搞好关系，也急忙跟了上去。两个人厕所接着刚才的话题唠了会儿，有期这才明白，原来水泽压根不待见的女生，谈恋爱不过是随波逐流。他表示不理解，不喜欢为啥还要在一起呢？水泽好像被这话题触动了，赶紧扯开话题，两人一块回去了。晚上大伙儿一起泡澡堂，男生这边一脱衣服都惊了，哥们有期外表普通，身材意外的壮观，朱年还逗着把他高高举起给大伙儿瞅，吓得有期两腿直哆嗦。放下来后碰巧正对上中野，真是尴尬的不行，他忍不住实诚的来了句：“中野的还真是细。”其他两位笑得前仰后合：“对不住啊，中野，我之前看你不顺眼，能忍住没动手，你的脾气真是好到爆。”这下日南布置的任务都搞定了。隔壁的日南和申奈时听到笑声，开始琢磨这帮人合作到底靠不靠谱。泡澡后就开始试胆活动，幽灵跟中野自然是一组，他们俩领头第一个出发，其他人就石头剪子布随便分了组。水泽、申奈时和竹井是第二批，这就只剩下有期和日南了。日南趁机给有期加了个特训，他还没反应过来，日南就尖叫着扑进他怀里，这是在练习如果和胆小的女生一起应该怎么办。在这过程中，日南一直在偷偷占他便宜，摸来抱去的，还在他身上画圈圈。可惜有期反应慢半拍，完全没察觉到小桂花妈妈的母爱早就变味了。但到路灯下，日南真的吓得腿软摔倒了，有期就赶紧蹲下来帮他扶起来，日南就顺势搂住了有期的脖子，两人距离慢慢就要亲上了。日南还真的慢慢凑了上去，结果吓得有期急忙后退，结果就听到了日南愉快的笑声，他就知道肯定是
是又被日南耍了，给你机会不抓，真是没用啊！试胆活动终于圆满结束，落单的摄影师竹井只好给美佐来了张合影。刘琳和中野现在都开始互相斗嘴了，虽说还没正式表白，但已经约好下次要一起出去玩了。对这些速度慢的人来说，算是进步了。日南感叹，如果能像水泽和那女生一样就好了。这时候有基发现水泽神情有点异样。那天晚上，日南偷偷叫出有基报告战况，听完中能中野的经过，他也是哭笑不得，不过也算是勉强及格了。正当这时，水泽竟然走了过来，有基慌得不行，居然躲到墙后去了。看着日南和水泽两人忧心忡忡的爹娘闲聊着那对小两口的事儿，说着说着，水泽在日南面前开始自我剖析，他羡慕大家都在忙自己喜欢的事，看他们的认真劲儿，心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傻点。如果按照有基的说法，人生就像游戏一样，他倒觉得自己更像操控者，不是角色。不管是开心还是痛苦，感受这些情绪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被操控的角色，自己也摸不清到底想干嘛，就这样随大流跟着大家走。他觉得日南跟他是一类人。日南虽然同意，但又没完全同意，说白了还是在迎合水泽的话，真正的自我剖析还没做到，面具下的还是面具。可惜水泽一眼就识破了，他现在有点无可奈何。通常都是他在女孩面前扮演理想的那个他，把别人逗得团团转，现在轮到自己说真心话了。对面的日南还在演戏，不过既然都说真话了，也不在乎那最后一句了。水泽随意的告诉日南自己喜欢他，日南一下子没了声音。他知道水泽想听他心里话，但他真的说不出口，只能说了句抱歉。水泽早有心理准备会被拒绝，连心里话都不说，怎么谈恋爱？他告白也只是因为想认真去做自己想做的。有其本以为躲一会儿就能溜，结果两人聊起了这么深刻的话题，他终于忍不住，还是自己现身了，先跟水泽抱歉一番，解释自己不是故意偷听。水泽也只能表示理解，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基这么一插嘴，他也只好打住，没法继续跟日南聊了。三个人就这样各回各方。不过这次合宿之后，水泽决心摘下面具，认真做自己。日南呢，还是戴着面具扮演完美的美少女。偷听他们谈话的有基也开始烦恼，自己到底是该戴面具，还是该听从内心。眼看花火大会就要来了，这回有基什么准备都没做，就去附和风香的约会了。两人在祭典上随便逛逛，有基说啥就是啥，还提起了之前大家一起去烧烤的事。看着那些炫目的烟花在天空绽放，好久不见烟花的风香开心极了。突然有基问了风香一个问题，因为风香之前说过，有时候跟他聊天会觉得很难，那今天的感觉怎么样？风香说今天聊得挺畅快的。就在最后一朵烟花消失的时候，有基想起了日南给他的任务，就是今天要向风香告白。可当他叫住风香时，却只说了一句我们走吧。等到日南来了，才坦白自己没告白，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选择了不去做。他以前总觉得跟风香聊不来，是因为自己的现充技巧还不够，直到今天他才明白，其实是因为用了那些技巧才聊不来的。风香不知不觉就看穿了他装出来的面具，觉得这样的有基不够真实，在这种人眼前，真诚才是最好的武器。于是日南赶紧改变策略，叫有基以后跟风香相处就用真心，不用再被那些套话了。有基其实想说明真诚的重要，可他总是挂着对策、攻略这些词，说到底还是没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日南觉得有基被水泽带歪了，这番弱智的借口让他对有基彻底失望，两人谈不来，最后各走各路。临走前，日南还把有基送的徽章还给他了。有基觉得日南误会自己了，但他又说不出自己到底想要啥。跟日南闹翻后，就回到了自己那废柴的生活，和大家就是连续好几天大乱斗，谁发的消息他都不回，连妹妹都看不下去了。以前的哥哥不会像现在这样带着没兴趣的脸沉迷游戏。妹妹给他讲道理后，有基终于走出房间了，一看手机，风香居然2天前发了条消息，邀请他一起去买新书。有基赶紧回了消息，定了个时间。他决定不再逃避了，把日南挑的衣服和教的技巧都甩了。这次有基对风香是真心的，虽然聊天有点拘谨，但他们俩都没觉得尴尬。风香就是那种敢于面对自己，真心去做自己想做事的人。有基忍不住向他求助了，嘴上说着跟着新生做事，在完成日南给的目标时，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他告诉风香，他最近从别人那学了不少的说话方式，他会提前录下来话题练习。但无论是上次的烟花大会还是这次，他都是想说啥就说啥，他不确定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为自己想要的。风香马上抓住了关键点，某个人，然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以前听有基说话就像在看小说，感觉个氛围都能轻松融入，但自从他用了那些所谓的技巧后，他就再也感受不到那些画面了。烟花大会之后的画面一下子从黑白变成了五彩斑斓。风香对这种快速的变化感到震惊，这么短的时间里，有其眼中的世界居然彻底变了颜色，这就证明他也在努力的变得更好。如果真有个魔法使给他的世界加了色，他希望有其能好好珍惜那个人。风香的话让有其恍然大悟，第二天就找借口还书把日南约出来了，带他回到两人作为游戏玩家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有其分享了自己对游戏和人生的看法，在游戏中他能随意操控角色，还能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和角色变成一体，所以才觉得游戏世界丰富多姿。说到以前觉得自己的人生灰暗，是因为他控制不了现实的自己，但在日南的指导下，他开始变化，慢慢控制自己这个角色了。这都是多亏了日南教的技巧和攻略，但他也希望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压抑自己，因为喜不喜欢才是游戏好不好玩的关键。就像日南虽然厉害，但在大乱斗游戏里还是赢不了有其，因为他没有有其这么热爱这款游戏。然后有其自信满满的说日南确实强，但自己肯定比他更厉害，所以他要颠倒过来，一点
点点教日南如何沉迷游戏，怎么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怎样开心的生活。日南思考了一下，接受了挑战。他也想看看有奇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当然了，有奇可没有想过放弃日南布置的任务，他决定继续在这场人生游戏里闯荡，因为日南教的那些技巧对成为他理想中的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他便用上这些技巧，并且追求那些他真正实现的梦想。两个人轻轻碰了碰胳膊，就这么默契的达成了共识。有奇把背包和徽章还给了日南，还特意把徽章别在了破损的地方。这个徽章就作为对日南的感谢，毕竟是他让自己的世界变得精彩有趣。但他们之间的争吵也浪费了不少时间。日南马上给有奇安排了任务，那就是去打工。谁知道打工的地方竟然有水子在兼职，他又一次被小姑和妈妈给安排的服服帖帖。后来有奇也慢慢融入了这个小集体，还跟着大家一起去给幽灵挑衣服。幽灵一共试了3件衣服，结果日南、神奈石和水泽3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最后决定全落到了有奇手上。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了个笼统的评价，说每件衣服都特别适合幽灵。然后大伙儿又去了玩具店，为了证明自己的品味没毛病，有奇买了上次神奈石送的那个玩偶回家给了妹妹。妹妹开始还嫌弃，一听说是神奈石学姐的心头好，立马态度大变，夸神奈石学姐品味真高。封信的小说也快要完成了，有奇还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即使有奇已经变成了现充，生活精彩纷呈，他还是没放弃大乱斗游戏，还稳坐着国服第1的位置。日南也没闲着，总是挑战他。风向一直在餐厅打工，穿着女仆装，长得又可爱，特别受那些老色批客人欢迎。店长挺照顾他，等他这波忙完了去歇会儿。风香迫不及待地打开和有奇的聊天，却发现有奇一直没回他的信息。他们现在正跟着一帮现充的朋友逛大街，都快到吃饭时间了，众人随便挑了家餐厅，结果选的就是风香打工的地方。不过这事儿就有奇和日南知道，他们俩担心风香介意，所以什么都没提。风香休息完出来一看到有奇他们，被吓得马上又躲回去了。有奇到处看也没找到风香，感觉有点心神不宁。这时候日南他们正聊着幽灵的恋爱状况，总的来说是慢慢往前走，可中野就是迟迟不表白。大家就劝幽灵，可能他在珍惜你了吧。水泽就在旁边吐槽说，你们一个个都太纯情了。幽灵一听就不乐意了，问他你有喜欢的人吗？就这么说。水泽倒是坦率的来了一句，我有啊。幽灵和竹井就开始八卦了，只有有奇之前不小心听到了表白，不敢吭声。其他人就问水泽喜欢的是哪种人，听着描述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日南，比如不管怎么聊也深不可测，等回过神来已经是被人耍得团团转。那些不知道日南真实的人就是猜不到。店里的其他人也注意到风香的不对劲，都在猜是不是他心上人来了，也跟着八卦起来。听说那边那一桌都是风香的同学，连厨师都忍不住感叹，你们班怎么全是帅哥美女的？除了那哥们儿外，风香本来以为他说的是有奇，话音刚落就听人家说那男生特壮，这才反应过来大家说的是竹井同学。大家都散了，风香一个面都没露。他回家的路上思绪万千，总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更让他纠结的是，这是他自己选择躲开的。正想着呢，他手机里有奇的消息弹了出来，有奇问他中午是不是在餐厅。风香心里那个美呀，对方注意到他了，即使不在一个世界也无所谓了，因为有奇愿意跨界来找他。这几个女孩在公园玩着小烟火，玩着玩着就想起了那次烟花大会，那是日南和小玉第一回见面的时候。那会儿1年级都过了一半，小玉还跟班上的同学没啥交集，后面靠窗的位置不是一般人能坐的，搞得其他同学也不好意思主动搭话。神奈时发现了这个害羞的女孩，感觉她其实很想融入大家，就去问她的好友日南该怎么办。日南建议她每天找那女孩子聊天，谁知道神奈时就直接把搭讪变成了纠缠，每天都去捏小玉的脸。小玉越讨厌他越来劲儿，后来还越来越过分。小玉一开始还想反抗，后来发现没用，就只能任他摆布了。还好多亏了神奈时，大家开始找话题跟小玉交流，慢慢的他也就融入了班级，还跟神奈时成为了好朋友。日南觉得时机到了，就跑去告诉小玉是他建议神奈时去接近他的，还叮嘱小玉别告诉神奈时。于是神奈时啥都不知道。为了拉近他们两个的友好关系，提议一起去看下周的烟火大会。小玉有点不懂得察言观色，他融入大家的步伐总是慢半拍，一想到要装作跟日南初次见面，他觉得特别烦躁。节日上他找借口出去买可丽饼，看着小玉急匆匆的背影，神奈时有点束手无策，就去问日南怎么能跟小玉亲近一些。日南就问他跟大伙混熟的关键是啥，神奈时说是因为他有个外号。于是他俩看烟花的时候也给小玉编了个昵称，原来叫花火的小玉就这么有了个属于自己的昵称。等他们3个回过神来，手里的小烟花也放光了，收拾好东西，3个人一字排开走了。神奈时还边走边叫着小玉的新外号，小玉急切的想要阻止，可惜神奈时根本就不听呢。